张凌赫和卢玉晓还没开机就已经吵起来了。一部剧还没有正式开拍，男女主角却已经成为网友争论的焦点。这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是古装权谋项目《蜜糖》，男主宋凌由张凌赫出演，而女主苏洛薇则被传很可能由卢玉晓出演。听起来好像只是一次普通的演员阵容曝光，但真正让这部剧迅速升温的却不是剧情，也不是造型，而是2个字：番位。更有意思的是，张凌赫和卢玉晓还属于同一家公司。于是，关于谁是一番，谁的位置更核心，女主到底会不会确定，所有讨论几乎在剧组正式开机之前就已经提前爆发。一部剧还没开始拍，后宫争论倒是先开场了。那么，蜜糖到底有什么魔力？为什么一个女主角的选择就能够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张凌赫和卢玉晓之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完整梳理这场还没有结束的蜜糖风波。首先必须说，蜜糖本身就是一部很容易引起关注的项目。在国产剧市场里 ，S 加级古装项目从来都不是普通的小制作，它们意味着更高的投资、更大的制作规模、更强的演员阵容，同时也意味着平台、制作方和演员本人都会承受更高的期待。尤其是古装权谋题材，只要剧本、选角、服化道和镜头质感能够同时在线，一部作品就很容易成为年度讨论度最高的项目之一。而蜜糖的故事设定本身就具备这样的潜力。男主宋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古装偶像剧男主，他身上有复仇、有权谋，也有非常强烈的悲剧色彩。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不是单纯的冷酷，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霸道，而是一个人在经历命运打击之后，如何一步一步走进权力中心，又如何在复仇、感情和现实之间不断挣扎。换句话说，这个角色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的内心戏，而这恰恰也是张凌赫最近几年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个原因。从外形条件来看，张凌赫本身就非常适合古装，高挑的身材、清晰的轮廓，再加上比较强的镜头表现力，让他在古装剧里很容易形成辨识度。但如果只是靠脸，蜜糖显然不会让这么多人提前关注。真正让观众期待的是宋凌这个角色有没有机会让张凌赫进一步突破自己。因为一个好的权谋男主，最重要的并不是永远保持一个表情，他需要有少年时期的锋芒，也需要有经历挫折后的沉默，更需要在面对爱人与仇人时展现完全不同的情绪。如果这些层次能够被拍出来，宋凌很可能成为张凌赫职业生涯里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可是就在大家开始期待男主的时候，女主角的问题出现了。卢玉晓的名字被频繁和蜜糖联系在一起，随后真正的争议开始出现。为什么？因为卢玉晓和张凌赫是同一家公司旗下的艺人，在普通观众看来，同公司演员搭档拍戏本来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在娱乐圈，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尤其是对于一部 S 加古装剧来说，演员的排名、署名顺序、海报位置、宣传物料中的镜头比例，甚至剧方发布演员信息的方式，都可能被放大解读。因为所谓的番位，从来不只是一个名字排在前面还是后面，它背后往往对应的是演员在项目中的商业价值、行业地位以及团队谈判能力。所以，当张凌赫已经被确定为男主宋凌，而卢玉晓又被传出演女主苏洛薇之后，网友真正关心的问题很快就变成了：到底谁是一番？女主的位置究竟有多高？两个人的角色是不是完全平衡？甚至有人开始讨论，同公司艺人合作是不是会让番位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也是蜜糖最尴尬的地方。如果两位演员来自不同公司，很多事情可能还能简单理解为双方团队的正常博弈。但现在两个人来自同一家公司，于是网友自然会产生更多猜测。有人认为这是公司内部资源分配的问题，也有人认为既然双方都是主演，就应该让角色和番位尽量保持平衡。还有人则认为现在连正式开机都没有，演员阵容和最终署名都没有完全官宣，过早讨论番位本身就有些操之过急。其实从行业角度来看，最后一种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影视项目从筹备到开机，中间可能发生很多变化。
演员可能更换，导演可能调整，剧本可能修改，角色戏份可能重新分配，甚至到了正式宣传阶段，平台的策略都可能发生改变。所以现在网上出现的各种说法，更多只能看作现阶段的信息和讨论，而不能直接等同于最终结果。但问题在于，娱乐圈就是这样，有时候越没有正式答案，网友反而越想知道答案。于是蜜糖的热度就这样一步一步被推高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项目本身似乎也在发生变化。据现阶段流传的信息，蜜糖预计将在9月于横店开机，拍摄周期大约125天。也就是说，如果进度按照计划推进，那么距离真正进入拍摄阶段已经越来越近。而这也意味着，剧组留给自己解决演员相关问题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因为一旦正式开机，演员名单、人物关系、剧照和路透都会陆续出现。到了那个时候，如果番位或者角色定位仍然没有处理清楚，争议反而可能进一步扩大。除了演员问题，蜜糖的幕后团队同样出现了一些变化。原本被认为有望执导这部作品的导演易军，据传已经离开项目。至于具体原因，目前外界存在不同说法，因此没有必要把未经证实的传闻直接当成事实。但可以确定的是，导演调整对于一部 S 加古装项目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古装权谋剧非常依赖导演的整体控制能力，人物造型只是第一层，真正决定作品质感的是摄影、调色、场景调度、人物关系和叙事节奏。尤其是蜜糖这种同时包含权谋、复仇和感情线的作品，如果导演风格不稳定，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看起来很华丽，但故事不够有力量；人物很漂亮，但情绪不够真实；场面很大，但观众记不住角色。所以，如果剧组正在重新考虑导演人选，其实也说明制作方对这部剧的定位并不低。目前被讨论的替代人选，据称也主要集中在比较熟悉古装偶像剧、拥有一定视觉经验的导演范围内。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清楚。既然蜜糖被定位为 S 加级项目，那么制作方显然不会希望它只是一部依靠明星颜值撑起来的普通古装剧。他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同时满足商业市场和观众审美的作品。而这也让蜜糖的原著故事变得更加重要。宋玲这个角色身上有一种现在古装剧里非常受欢迎的人物类型，可以简单概括成4个字：美强惨。外表强大，能力强，身份有故事，同时又背负着很重的过去。这种人物为什么容易吸引观众？因为他天然拥有情绪张力。观众不仅想看他如何赢，也想知道他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曾经失去过什么？他到底在复仇什么？他对女主的感情是真心还是另有所图？当爱情和权力发生冲突时，他最后会选择什么？这些问题才是蜜糖真正可能抓住观众的地方。而女主苏洛薇也不是一个单纯等待男主保护的传统角色，她最初是一个生活在相对稳定环境里的闺阁女子，但随着故事推进，她逐渐进入更加复杂的权力漩涡。这意味着她的人物成长空间其实非常大。从一个相对单纯的身份，到慢慢看懂人心，再到能够主动做出选择。如果剧本处理得好，苏洛薇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拥有自己成长线的女主。这也是为什么女主到底由谁出演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因为观众真正担心的并不只是演员好不好看，而是演员能不能撑住这个角色。如果苏洛薇只是一个围绕男主旋转的工具人，那么无论谁来演，最后都可能成为作品的问题。但如果女主有完整的人物弧光，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成长，那么这部剧的男女主关系就会更加有看点。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卢玉晓确实是一个具有一定话题度的选择。她近年来在年轻观众中的认知度不断提升，也拥有比较明显的古装形象辨识度。而张凌赫本身又处在事业持续上升的阶段，所以从市场角度来看，两个人搭档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真正的问题是剧方能不能把角色关系、宣传定位和演员权益处理好。因为一部剧最怕的是情是什么？不是开拍之前有争议，而是争议一直持续到开播。如果现在的讨论能够在开机前得到一个清晰答案，
那么他甚至